iPhone 12代开始呢，就苹果引入了一个新的毛病，就是它晚上的拍照的时候呢，有极其严重的鬼影、眩光的这个问题。钓鱼同学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真的有鬼，别的机器拍不出来，只有苹果能拍得出来？库克表示明天来上班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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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本周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，但是小黑子，我们是专业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科技不无聊，主播来吐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科学的去吐槽这个数码圈子那些事儿。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好玩，可以打上哈哈哈；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没意思啊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咱们下面开始。每个月、每周、每一天、每个小时都有人在后台给我发私信问主播，我应不应该买现在的 iPhone 13呢？从6月8之后，我就反复强调了，不再推荐你去购买苹果的任何手机的原因是，在1个月之后的9月初，苹果将会上市 iPhone 14，而且外观咱们已经反复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。介绍了多久呢？介绍了1年的时间，从去年这个时候一直介绍到现在。这个外观原来非常不信，绝对不信，打死也不信的人，在经过了我们长达1年的预热之后，他也相信了啊，就是这个外观，相信大家也了解了。那除了外观之外，能不能观察点别的东西？这 iPhone 14有没有什么别的吸引我们的地方呢？还是有的啊。比如苹果刚刚公布了一项专利，这项发明专利由苹果公司申请，于今年已经正式公开。iPhone 与另外一个用户共享账户的用户界面，这是来自苹果专利申请页面。那这个页面呢，简单的说就是在未来的 iOS 系统当中，苹果也许可以允许你的系统同时被2个用户所操控，另外一个用户呢，在经过你的邀请或者经过密码登录之后，就可以使用你的这一台手机了啊。想象一下，其实用处还是很多的，比如说一个平板电脑，父母用可能看个电影，那小朋友用可能上网课，小朋友上的这个网课内容呢，父母看不明白，父母看的这个电影呢，也不想让小朋友看到，那彼此之间都用一个 iPad 呢，肯定不方便。如果是2个系统互相区隔，谁也不能访问谁的，那是不是很好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景，我很期待它的到来。但是我估计够呛啊，那我就不用买2台 iPad 了，1台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在 iPhone 上面呢，那应该也行。比如说你媳妇儿跟你说老公，看你最近这么忙，让我来帮你清理一下手机好不好啊？以前我可以说不用了，现在那问大家一下，你期待这项功能到来吗？你期待你的手机有1个人用，还是可以有2个人用呢？期待打个1，反对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弹幕。还有这个专利啊，还有亮点。我们发现啊，苹果也许会启用全新的 logo 啊，菠萝，不仅想起了那个广告词，美国有苹果，中国有菠萝，菠萝手机。第二天，国内菠萝厂宣布起诉美国公司，起诉这家公司侵犯了我们的商标权。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，有一些老大爷可能还回忆起这个界面，10年前我们用 iPhone 越狱的时候，用 Red Snow 啊红雪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界面，勾起了很多回忆。好这就是本周关于苹果系统曝光出来的新消息啊，没准在未来的手机里面真的就是可以2人一起登录了。本周关于苹果消息呢，还有 iPad 全系列目前是有好几个版本啊，有 iPad 数字正代，有 iPad mini， 有 iPad Air， 有 iPad Pro， 但这其中呢，其实走量最多的还是 iPad 数字正代，也就是最便宜的2000多元的那个版本。那外媒目前爆料呢，最新的 iPad 10将会迎来一波重大的改变。这么乍一看啊，好像变化不大，但是我们仔细往里看，侧边、背面这里呢，首先仍将保留有指纹识别的实体后慢键，除此之外呢，边框部分呢变成了直角边框，应该说界面更加的时尚，更好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接口部分将会变成 Type-C 接口。2022年了，经过了12年的发展， iPad 终于全系列变成 Type-C 接口。好事啊，同学们！当它全都变成 Type-C 接口之后，苹果就会发现居然我就只剩下 iPhone 还不是 Type-C 接口了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，是吧？估计明年就变了。那关于这款产品呢，有哪些卖点？我现在就可以跟你明确的说一下啊。首先最大的卖点当然就是处理器，虽然它的价格不贵啊，只有3000块不到，但是呢，它的处理器的性能A 系列处理器的性能是比较强的。当然，它肯定不是最新的 A16 处理器。回顾一下过去这些年，2020年的时候，最新处理器是 A14， 那么当时的 iPad 呢搭载的是 A12 处理器。2021年的时候，最强的处理器呢是 A15， 当时的 iPad 所搭载的呢就是 A13。简单一句话就是 iPad 数字正代的处理器比最新处理器慢2代。那么显然，今年的 iPad 10将会搭载最新处理器 A16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减去2就会搭载 A14 处理器。当然了 ，A14 处理器也不弱了啊。不能和安卓比啊，反正就是比隔壁还是强很多的，大概就是这情况。第一个，处理器性能很强；第二个 ，iPad OS 系统能力也不错；第三个就是logo，没了。
预热了快1年的华为 Mate 50系列终于要到来了。那目前的外观部分呢，你可以参考这张图片，唯一的疑点就是它前屏部分到底是单挖孔还是双挖孔，注意都有可能，因为之前的 Mate 系列呢，单挖、双挖都曾经采用过。而且呢，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本次 Mate 50呢会发布多款产品，既有单挖孔的 Mate 50标准版，又有多挖孔的 Mate 50 Pro 更高级的版本。而且呢，以前还曾经有直屏和瀑布屏差别的版本。我倒是希望 Mate 系列来一个直屏啊 ，Mate 50直屏，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镜头的部分。这次呢，华为引入了全新的 Xmage 品牌，华为自家的影像品牌系列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发布时间了。最新的爆料显示，应该是在9月份，也就是9月7号带来华为 Mate 系列的4款产品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？因为2022年的9月15号 iPhone 14大概率发布。那么如果华为选择在 iPhone 14发布之前的1周，9月7号发布，我觉得这个时间也还行啊，也是一个针尖对麦芒的意思。华为 Mate 50系列呢，目前可能会有4款产品，分别是定位在低端的 Mate 50E、主力的 Mate 50、高端的 Mate 50 Pro 以及保时捷设计的 Mate 50 RS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期待这款产品吗？你觉得华为的 Mate 50系列起售价是多少钱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过去这2年的时间，小米一直秉承着1个月一款重点机型的节奏。那发布完了小米的徕卡旗舰之后，下1个月小米将会带来的应该就是 K50 了。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卢总啊也是在微博上频繁去爆料，而且呢这个用词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新奇，宇宙神级。我感觉啊这个 Redmi 系列这个形容词好像快不够用了。来吧，大家有没有给 K50 起点宣传语啊？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啊，如果让你给 K50 起个宣传词儿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目前呢 K50 给出的宣传词是 K50 宇宙终极大作，更激进的骁龙8 Plus 调教，至尊版 K50 宇宙终极至尊激进，还有什么形容词儿？感觉确实是不太够用了。不开玩笑啊，这个某家旗舰也就是图一乐，真旗舰还得看我们 Redmi。一句话，干翻小米！我们是在 KO 我们自己。过去周啊，小米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是当年 Redmi 第1代，也就是红米1代发布的日子。9年前，小米带来了红米这个产品。别的不说啊，虽然有一些争议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毫无争议的，红米的出现啊，提早结束了山寨机的时代啊。那从功绩上来说，我觉得红米是有功的啊，对于整个手机市场的健康发展啊是有利的啊，确实可以点赞。上一周咱们给大家介绍了索尼 PS5 推出了苹果专用的手柄，当时呢大家都感觉到了绿色的气息。那么本周咱们一起来瞧一瞧微软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吓死我了！本周咱们看一看索尼的竞争对手微软。那么微软呢，在过去这几年，应该说话题性还是不断啊，特别是会员服务 XGPU， 让很多人心情不断的波动，一会儿占了大便宜啊，一会儿又全都退了回去。但总体来说，还是让人比较感动的啊。本周微软又推出了一项感动人心的活动。微软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，推出了 XGP 的家庭会员计划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常我们1个月的高级会员是大概150块钱1个月啊，可以玩上千款游戏。现在呢，微软推出这项计划呢，是说你这150块可以分给5个家庭组团玩，相当于1份钱除以5打2折。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啊，这可是真的很便宜。目前这项服务呢，只在少数地区，在欧洲以及南美的地区开始测试，未来呢应该会推向更多的地方。我现在急需找到4位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，谁来和我一起组个队，咱们抓紧组成家庭。最后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，问大家一下，本世代索尼 PS5 和微软的 Xbox， 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呢？选索尼打个1，选微软打一个2，选任天堂打个3。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过去这1年啊，要咱们国内手机圈想要聊到某一家厂商，一下子就能在底下讨论起激烈的讨论，那就只有腾讯，偶尔还能有网易。但是最近2年呢，要说讨论的非常激烈的，它一推出游戏，大家就彼此就快打起来了啊！那就是米哈游的原神。米哈游呢又推出了全新的大作游戏《绝区0》。那这个游戏呢已经开始上线测试了，相信不少小伙伴也看到了它的画面，又是一款2次元风格浓厚的游戏。有很多同学啊也发私信问我对这个游戏有什么看法，我没啥看法，我还没玩呢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一款游戏好不好，还是应该看一看它同期的竞争对手。我给大家简单列几个啊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这几个对手呢，分别是安兔兔、鲁大师、3D Mark、GFX Bench。
？Match， 你打什么问号啊？有什么问号可打的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现在各大媒体和各大厂商都已经把原神作为了主要的手机测试软件，对吧？但是啊，这个米哈游的原神呢，也是有一些明显的缺点。我跟他提了好几次了，米哈游的老董还有设计师，你们都听着点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安兔兔啦、3D Mark 啦，你才多大呀？几百兆了？你说你原神一个测试软件，动不动装完了10几个 G， 你好意思吗？别人家都几百兆，你这10几个 G 都是啥呀？你整这么大干啥？我估计啊，这米哈游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研发软件的这些缺陷，所以呢，现在推出了全新的绝区零啊这个测试软件。你看它这个测试软件更新多快，等后续有时间啊，咱们也抓紧测试一下啊，看一看米哈游所推出的全新手机性能测试软件它到底表现怎么样。我没有别的希望啊，就希望它小一点。你说你一个跑分软件你搞那么大干啥？而且你搞那么大也就算了啊，装完之后还成天老更新，你这就测你最麻烦。本周七夕节，某家厂商不干好事，把发红包的权限从200偷偷调成了520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这七夕你收到红包了吗？收到了多少钱？七夕这一天啊，我们还发起了一个小的调查，询问大家，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手机？选项是3个，就是你们2口子用的是同一个品牌打个1，你们2口子用各自不同的品牌打一个2，单身打一个3，1、2、3，你选哪一个？初步投票结果，用同一个品牌和用不同品牌的几乎相同，而单身的啊，明显比他们更多。当时啊，还有好多人评论，你这观众这个组成啊，这个明显全是单身狗啊！主播你这个观众不行，我想说你才不行呢。你仔细看看啊，这个明显是上边和下边这俩都是有另一半的，是吧？那这俩加起来是1800人，那下边这个单身呢是1500人，所以呢自己感受。还有弹幕问说你是投的是哪个呀？我的另一半是手机，哎，怎么样？说起新能源汽车啊，还不得不聊一下全球首富马斯克。上周咱们聊到了呢，知名媒体报道，马斯克呢出轨全球第7大富豪，谷歌创始人，不是他俩，是出轨他的媳妇儿。咱们经过深入讨论之后呢，发现背后是有很多让人震撼的内容。比如在新闻报道出轨这件事情的4个交易日内，特斯拉的市值跌去了6%，300亿的市值瞬间灰飞烟灭。但是这个事儿还有后续，在马斯克辟谣了之后，4个交易日这股价又涨回了6%，这300亿市值又涨回来了。这一来一回600亿日，只能说首富的世界我们不太了解，要想去趟新能源这趟浑水啊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。除了特斯拉之外呢，其他的车企也值得关注。近期多家媒体报道，有新能源企业呢宣布，我们的电池啊将永不起火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？觉得能做到打个1啊，觉得技术上做不到打一个2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啊，这个动力电池啊它就没有绝对安全的。不信你看那个谁，他也宣传是不可能着火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不太清楚啊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怎么不是呢？这个事儿反正新闻出来之后啊，确实评论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。你这是哪个厂商啊？怎么大言不谈就敢宣传不起火？我自己觉得吧，咱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先不要着急质疑，对吧？不要着急怀疑。他说完之后，你先观察观察，没准他说的是对的呢。有同学说，你这主播肯定是收钱了，对吧？就收钱了，在这替厂商在这吹。你先听我说完，是吧？我觉得这家厂商说的他可能没错，他说电池不起火啊，电池没毛病。我觉得如果他还没有开卖，他当然就不起火不爆炸，对不对？等开卖了再说啊，那个时候咱再研究嘛。另外吧，大家这个事儿也不用老在这整什么承不承诺呀，发不发誓啊？我觉得咱就来点现实的。大家觉得啊，我下边这个方案对不对啊？就完了。你汽车厂商不用搞这个搞那个的，诅咒发誓了。咱们就在售后条款里边啊，统一规定你写清楚了，汽车起火一次赔10辆车的钱就行，对吧？我不讹你，对吧？你不用赔100，你赔100辆也行。我感觉这个事儿只要落到实处，汽车厂商呢应该可以提高一下汽车的质量问题。大家觉得这个办法行不行？对吧？车厂的高管说我们家汽车着火了，我让你抽我巴掌，对吧？你打我大逼兜，我打你干啥呀？打你我还手疼啊！出了问题你敢不敢赔钱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点事儿。你敢赔我也不敢买了。提醒大家啊，注意安全。科技不无聊，那也来吐槽。有些同学可能聊到说，怎么好几周没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？因为你没关注我们呢。关注我们，点个赞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，系统呢才能记住你愿意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吐槽。求求你了，点个赞再走吧，各位观众爸爸们。科学吐槽，我们下周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！I have a 小米 ，I have a iPhone 啊，小米 phone。